他是中国擂台的小级别重炮手，一双摧枯拉朽般的拳头打废了超过18位世界顶尖搏击专家的肋骨。其战斗风格硬朗，战术打法隐秘且专注，很多人看不惯他，却又打不过他，导致许多世界冠军为了打败他而来到中国擂台。即便如此，他依然可以从众多世界冠军的包围之下突出重围。魏宁辉是他的名字，关于他的绰号有很多，其中就包括催泪专家、爆肝大师、小级别重炮手等等等。此人绝非是一般普通选手，时隔3年，他与他昔日的对手再次相见，这一次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技术对决，而是兵戎相见，要么小鬼子死，要么魏宁辉被打晕。3年前技术还没有完善的魏宁辉，初次遇到日本排名第1宫岳庆二郎，由于技术不完善，战术打法不完整，导致把比赛输给了小鬼子。无论如何，这一次魏宁辉都要把仇给报了，还给3年前那位因为技术不完善而输比赛的清纯少年一个完美的解释。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的精彩表现。红白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魏宁辉，蓝白色短裤是日本排名第1宫岳庆二郎。好看的比赛，魏宁辉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成长非常快，看这个非常好看的比赛。太漂亮的这个跳太腿了，这是马上进入高潮，整个比赛应该没有第一场。这个压力太强大了，对于日本选手来讲呢，这真的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么小伙子魏宁辉为了打败宫岳庆二郎复仇成功，他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碍于宫岳庆二郎是日本排名第1，再加上他还是出生于搏击世家，他的弟弟和哥哥都是世界顶尖搏击高手，搏击技术这一方面绝对是毋庸置疑。有备而来的魏宁辉并不会因为这些而忌惮他，而是勇于和宫岳庆二郎展开对拼。做好防守，找机会，假动作，骗对方。小胖拳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连续。身高体型几乎没有任何相差。魏宁辉是出生于河南周口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小时候就特别热爱武术的魏宁辉，最终他并没有放弃梦想，而是选择去泰国深造。纯泰式的打法让宫岳庆二郎有点忌惮，毕竟泰拳的最基础就是超强的抗击打能力和灵活的打法变换，一时间让宫岳庆二郎有点摸不着头脑。这真的很容易被打到，很难防守。是。而且魏宁辉打比赛的时候，竟然是满脸微笑，又是高位的摆拳打到脸上，真是恐怖的小胖。在此之前，俩人有过1次交手，虽然是以魏宁辉战败为结尾，但上一次比赛让魏宁辉吸取了很多比赛经验。年龄小并不是输比赛的理由。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年期间的魏宁辉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魏宁辉已经变成了一位拳坛大魔王， KO 了10几位世界冠军和世界顶尖搏击专家。尽管实力一般，但他的战绩却已经远扬其他地区。哦，这一拳贴着下巴划过去啊，击中了，也是非常重的一拳。但是小胖的拳现在越来越好看，对，非常重。其实也有点风险，刚才牙套脱出来了，这个应该是在打击之下没有。以重拳为核心的魏宁辉已经把很多次重击打在了宫岳庆二郎的脑袋上，但这家伙凭借多年的比赛经验，巧妙躲闪了魏宁辉很多次重拳出击。尽管有命中，那也只是命中了宫岳庆二郎的一点皮毛而已，并不影响接下来的对决。魏宁辉已经很棒了，勇于和昔日的敌人来打2番战。好，还有10秒钟。但是想击倒这个日本选手，要有耐心。对，这日本选手啊还在还击，而且呢，左右2个直拳还打到了防守拳套里。这个比赛会很好看。看，直接进攻，上来就是第2回合开始了。魏宁辉的战斗风格极为硬朗，他根本不怕宫岳庆二郎后续的防守反击，还有他那非常苛刻的主动进攻。魏宁辉内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保护好头部，并对宫岳庆二郎实施压制力，争取不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来判定。毕竟上一次输比赛就是败在了裁判手上，这一次魏宁辉无论如何也要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上。而且连击，每一拳每一腿也很重。对，第一局这个比赛虽然打得照烈，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到蓝角。是后踹，近身拼拳，所以蓝角确实有一个你讲的应有的力量。是的。哦，你看，魏宁辉为了让每一次进攻都能创造出爆炸伤害，于是每一次进攻都使出了很大力气。奈何宫岳庆二郎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的同时还能威胁到魏宁辉的性命。
体能的过量消耗让魏宁辉有点难以承受。面对宫跃沁二郎无时无刻的猛烈进攻，他多多少少有点感受到了压力。脾气淡定、心态冷静的魏宁辉也在不断一点一点转变战术，争取在比赛结束前卡点结束这场闹剧。很好看。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魏宁辉在第一回合脸上的微笑已经没有了。对，啊，这个被，哎呀，这个有点防守有点危险，注意。对，魏宁辉被连续打中2个箭步，打中2拳，对，会影响打到他的拳套里面去了。对，会影响他的反应，同样危险。现在对于红角来讲呢，首先要防守好，其次要保证体能。宫跃沁二郎和魏宁辉打一番战的时候，正是魏宁辉职业生涯辉煌时期。突然的失败让魏宁辉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成为了众矢之的。于是他便再次返回泰国进行秘密训练。专业的泰式打法加上后期新研学的传统武术的战术打法，这2种打法融合在一起，定会让宫跃沁二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而且能够控制得住。对，而且能发出力来。截腿迎击拳，做高爆头的动作就是骗对方打拳的。啊，魏宁辉的这个拳确实有 KO 对方的能力，但是他也被对方 KO。多次的进攻让魏宁辉略感疲态，甚至会出现站立不稳定的状况。看来这一次魏宁辉又要凶多吉少了。毕竟宫跃沁二郎不是什么善茬，能再次来滑踢馆和魏宁辉打2番战，他必然是带着必胜的决心来与魏宁辉展开决斗。你强任你强，我有魏宁辉。别看魏宁辉年龄不大，但他是遇强则强的一位选手。其实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眼睛是在看对方的，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这是在找机会。很危险，双方都很危险，我觉得这种赌博。对，漂亮，不退让。对，一定要小心。啊，双方都要小心，要做好防守。啊，双方的气势都。第3回合开始了，最后3分钟的时间，魏宁辉能否创造奇迹？别看魏宁辉已经打败了这么多世界冠军，当他遇见昔日的对手，魏宁辉内心依然是充满了恐惧。毕竟魏宁辉输比赛的场次不多，输给日本人的场次更是非常稀少。这一次魏宁辉必定要复仇成功，让那些看不起中国小级别的外国观众惊掉下巴。蓝角在狙击，对，现在为止呢，蓝角是吃亏的，但是他的意识就是吃了亏之后马上迎上去再来，对，说明他不准备退让，他不准备退让。对，第一体能通位，第二技战术意识非常清晰。对，他是准备受你几拳的，但是真去打倒你，是找机会。对，赛前这2人都没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奈何双方的实力相差并不大，只能通过拼命厮杀才能分出胜负。体能逐渐透支的魏宁辉，他根本那就没把体能和精神状态当一回事，持续向宫跃沁二郎展开猛烈进攻，争取在比赛结束前结束掉宫跃沁二郎这头鬼子的狗命。动作的密度呢，现在红角下来了，蓝角还保持着高密度，但是呢，因为蓝角这个密度很大，所以红角没有机会打他的基辅了。是的，对，他在处头部防守。这时候不知道，对魏宁辉的技战术问题还疲惫已经溢于言表，眼看机会来了的日本人，他二话不说就往魏宁辉的脑袋上打。体能枯竭和魏宁辉发起防守反击有什么关系？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要交给裁判了。就算魏宁辉的体能已经用完了，那他也要坚持到底，用尽所有的力气把进攻打在宫跃沁二郎的身上，避免等下拼点数的时候拼不过。出的摆拳还是砰砰作响，很有力。所以魏宁辉做好防守，而且要调整好体力，对，定好最后的体力。打肋骨，飞膝。现在蓝方的反而很主动，现在时间只剩下了1分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结果还要给裁判。对，多做动作，多做动作，不能等，不能靠。有些人体能要打出一种质量。魏宁辉的体能即将用尽，然而宫跃沁二郎的体能也好不到哪里去。比赛时间还剩余最后40多秒，宫跃沁二郎的进攻已经威胁不到魏宁辉的生命安全，所打出的进攻除了能积累点数以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更别说是把对手给暴力 KO 掉。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对，蓝角现在动作频率还是非常高。对，这个最后是体能起了很大作用。对，好，这个反击非常有效。手踹抓住时机，这是个最好的时机掌握的。不失距离，小心。手抬高，手抬高，手要拿起来，这个没有防守会非常危险。对。好，这有没有 KO？ 这是魏宁辉最后的倔强，
也是他为了能拿下比赛胜利付出的最后一次努力。随着裁判的介入，3回合9分钟的比赛正式宣布结束。对，第2回合应该势均力敌，所以有可能是判平。对，再打一局也很好，跳就更直了。但是再打一局，我觉得红角的体能是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深度值得顾虑的一件事情。赶紧调整一下体能。魏宁辉复仇成功挽回3年前在中国擂台所丢失的尊严。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魏宁辉打几分？